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Joey，欢迎来到 Joey 看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关于彩票的。这一期呢，我会给大家讲一下中彩票的几率是多少，买彩票的钱去了哪儿，税后你中了头奖能拿到多少钱，以及我为什么认为买彩票不能致富的原因。好，我们继续收看。在美国呢，其实我发现有一批不是那么富裕的人，就相当于是工薪阶层的朋友们，就特别的热衷于买彩票，而且他们买彩票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。有时候呢是组队一起买，有时候呢是让一个人帮所有人买，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样子来买彩票，而且他们特别热衷于这个活动，相当于是他们一种爱好了。我读大学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想着，如果我每天买一张彩票，那我一定能中头奖，对吧？中了头奖以后，肯定穿吃不愁，好几个亿呢，对吧？爱怎么花怎么花。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研究，事情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其实后来我没有买的原因是因为宿舍离彩票店太远了，后来就没有时间去买彩票。其实这个可能也帮我省了很多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中彩票的概率是多少。首先呢，我想给大家说明一下，买彩票它是一件赔率很高的游戏。那什么是赔率呢？赔率就是你花1块钱，你能得到多少钱回来。那么如果是一个1:2的赔率，就相当于你花出去1块钱，你只能拿回5毛钱。然后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美国比较火的 Powerball，它叫强力球，强力球的赔率呢是1:24.9，这个24.9呢是赢得任何奖项的几率，就相当于你每花24.9元只能拿回1元的收益。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比较火的大乐透，超级大乐透中彩票的几率是多少？它赢得任何奖项的几率是1:16，就相当于你每花16块钱只能，而且是可能拿到1块钱的收益，所以它这个赔率是特别低的。那么中头奖的几率是多少呢？美国的强力球2.91%，中国的大乐透2142万分之一，所以中头奖就是说这个几千万啊、几个亿的那个头奖，它的那个几率超级的低。那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头奖和被雷劈的概率是多少。据不完全统计呢，被雷劈的概率大概在100万分之一左右。那么中头奖相当于你要被雷劈20到250次才能中头奖，那就不要说你被雷劈一次生存的几率是多少了。所以中头奖只能说是一个极小极小的小概率事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买彩票的钱到底去了哪儿。以美国为例呢，大概50%到60%的营销收入呢是进入到奖金池，这可以是包括头奖和不同种类的可能一等奖这些奖项。然后30%到40%是去了州政府的公益项目，比如说基础建设、教育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项目。那比如说在加州的话，就是很多买彩票的基金那些钱是去到了学校里，就是说是一个教育基金，帮助一些这种贫困家庭啊，或者是帮助一些比较穷的学区，给他们一些帮助。那么还有5%到6%呢是给零售商的佣金，再接下来的5%到10%是他们自己彩票的运营费用。那么在中国这个是怎么分的呢？以超级大乐透为例，大概51%的运营收入呢是归到了奖金池里，这包括付不同的奖项，就是头奖啊、一等奖这些。然后36%的呢是去到公益基金账户，这个公益基金呢就相当于是社会福利、体育事业、教育、扶贫。所以你会在中国会看到它会叫中国体育彩票，就是说这一部分的钱去了体育的事业。这个呢是由财政部和地方政府统一管理和发放的。然后还有13%的费用呢，就是发行的费用，就相当于设计彩票啊、运营啊、维护设备啊、宣传这些项目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就是只有50%到60%的运营收入是用来支付奖金的，不是说
我这个彩票收了100块钱，那我就一定会付100%，就100块钱的奖金。那么中了头奖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呢？中国和美国这2个系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美国是怎么拿法。假设你中了1000万元的彩票，那么它分2个发法，一个呢是一次性领取，一个呢是分30年期领取。一次性领取你只能拿到头奖总奖项的50%到60%，那接下来就是个税。美国联邦最高的是37%的个税，然后每个州的个税是不太一样的，我们可以取3%左右的个税，所以你40%的钱都是去交税了。所以我们来算一下，就是说你中了1000万的彩票，如果你一次性领取，那么你只能拿到600万，再扣完40%的税，所以1000万的彩票只有36%，就是360万元。在中国国内呢，中了彩票这个算法就相对简单很多。中国呢是对彩票一次性收取20%的个税，这个是1万元以上的部分。所以你在中国说超级大乐透你中了1000万，那你一定能拿到800万元的奖金。大家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应该是在美国中彩票好呢，还是国内中彩票比较好？那么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个人觉得买彩票不能致富的原因吧。其实买彩票你可以和天上掉馅饼这个概念对比一下。那么天上掉馅饼这个可能吗？它可能的，它没有发生过不代表它不可能发生，但是我想强调的是，这个几率实在是太小了。那什么时候天上能掉馅饼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对于一些一直觉得买彩票能一夜暴富的朋友来说呢，没有人能阻止你每天做一个一夜暴富的白日梦。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呢，还是我建议大家一步一个脚印，把当前的事业做好，把你喜欢的事情做好。那么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你喜欢的事儿可以赚到钱，为什么何乐而不为？你如果说你在一个行业里面是最顶尖的存在，那还缺钱吗？对不对？我个人的建议呢，是你可以用买彩票的钱或者多余的钱做一些投资。那么比如说美股，它每年年均的收入至少也有10%吧。你也不要小看那10%，哦，这没什么。我想1个月就能拿到个5%的收入，这可能不切实际。大家也不要小看复利的回报率，复利就是你钱滚钱。那如果说你一个理财产品它只有7%的年化收益率，但是在10年以后它就可以翻倍，这个就是复利的意义。当然也可以做一些定期定额的投资，比如说我每天有10块钱的零钱，那我就把这10块钱去投一个理财产品，去投一个标的。到后来其实你的钱会越来越多。OK，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期呢，我想说明的点是，买彩票是一件赔率很高的游戏。你基本上你的收益率是负的，就是你花很多钱，但是你最终拿到的钱是很小的。那中头奖的几率确实有，你可能中到头奖，但是这个几率实在是太小了，你要被雷劈100多次你才能中头奖，这个几率是不是很渺茫？所以我建议大家一步一个脚印去致富，可能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想法。拜拜。